这片茫茫的沼泽地位于湖北钟祥，它长约13-14公里，宽约7-8公里。这里到处是野鸟水虫，荒草丛生，人迹罕至，满目苍凉。然而50多年前，却有4.9万人，一根扁担2只筐，从河南西川迁移到这里。那么他们为何要背井离乡来到这里呢？如此恶劣的环境，他们怎么生活的？现在这里又变成什么样了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我现在在湖北的大柴湖镇，带大家走一走。柴湖镇位于湖北省钟祥市城南20公里处，是中国最大的移民集中安置区。它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场史诗般的大移民，从1966年春开始到1968年秋结束，共有4.9万河南西川人民迁往湖北钟祥大柴湖。那么这4.9万河南人为何要抛舍家园，挥别故土，来到当时还是一片沼泽地、芦苇荡的湖北大柴湖呢？这源于我国一项超级工程——南水北调工程。这项工程的目的在于解决我国北方地区水资源短缺的问题。河南西川正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地和取手所在地。1967年，丹江口大坝下闸蓄水，西川县是丹江口水库的重点淹没区。1966年到1968年，20万西川移民中的4.9万西川人被集中安置到了钟祥大柴湖。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搬迁。移民由140辆敞篷汽车送抵襄阳中转，换乘轮船到钟祥县黄庄码头上岸，再转乘汽车至大柴湖。生产队的耕牛农具，各家各户的家当，什么桌椅箱柜、床架、水缸，甚至是老兽木，全部由水路运输，走丹江入汉江。生产队派人专门跟船押运。西川全坑村的临时码头上一片混乱，人们要么坐在卡车上探出声哭着道别，要么在押送家具的船上抹着泪朝岸上挥手。一些人临上车前还包了半袋家乡的黄土带上。然而到了大柴湖，迎接他们的却是2米多高、遮天蔽日的芦苇林，荒无边际的沼泽地。移民房之简陋简直难以想象。住房低矮潮湿，芦苇墙、泥巴塘，4根砖柱一间房。特别到了雨后，室内室外到处是污水，鞋子盆子飘在水上，鸡鸭飞到桌上，蛇虫爬到床上，蚊蝇满天飞。每个移民分半间房，每间不足8平方米。当时小孩多的家庭只能好几个人挤一张床，带着猪羊的人家没地方建圈棚，只能白天拴在门外，晚上拴在床头。移民的吃水也是问题。大柴湖是个水窝子，却缺干净的水。井里打出的水看着清澈，一煮开却全是白沫，喝着还有一股难以下咽的腥臭味。最难的还是没法好好耕种。一来这片土地早已被钢炉占据，要把芦苇连根拔起太难了。二来这块地动不动就被水淹，看着长得挺好的庄稼，其实地下的根早就烂了。移民们面对的困难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，但是就是这样，这群河南人也没有被打垮。他们坚信刨掉地里的芦苇根，治理好天上的水，好日子就来了。不知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累，经历了10余年的占荒湖，原来的芦苇荡成了庄稼地，一下雨膝盖都陷进去的沼泽地也变成了石子路，生活也逐渐好转了。而如今在国家的扶持下，凭借着自强不息、坚韧不拔、吃苦耐劳的精神头，大柴湖早已旧貌换新颜。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大柴湖，看看当年的荒芜沼泽地现在什么样。我和我的祖国，一刻也不能分割。无论我走到哪里，都流出一首赞歌。这是大柴湖实验小学，卫生服务中心，全新的工业区。
绵延不绝的厂房，一副生机盎然的景象。你能相信吗？这么漂亮的花园里面，竟然隐藏着大柴胡下属某个村庄的村委会。农田和屋舍让我产生了一种回到我家乡江南的错觉。回想以前，如今的这一番景象，真是叫人感慨万分啊！大柴胡变成大柴胡，这群来自河南西川的移民，通过几代人的努力，在荒芜、没有围垦、没有耕地、没有居住条件的恶劣环境下，白手起家，在沼泽地上开垦良田，在芦苇荡里建设新家，亲手重建了美好的家园。是什么支撑着他们呢？是舍家为国、团结奋进的柴胡精神。如今，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已经安全输水2000多天，累计向北输水300多亿立方米，已使沿线6000万人口受益。问渠哪得清如许，勿忘湖北小河南。好的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请关注和点赞哦。我们下期再见。